今天分享如何把墙面的坑、洞、碰掉的角完美修复到看不出来痕迹。前面几集我们分享了如何选电钻，如何在墙面上钻孔，钻孔后如何选匹配的膨胀螺丝，以及如何让常用的膨胀螺丝增加5倍承重到100公斤。这一套流程结束，相信大家已经可以非常完美的搞定家里的挂墙安装工作了。我估计比一些上门师傅都来得专业，但打孔难免会打歪，用冲击钻钻到钢筋也得换位置，留下的这个洞估计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怎么修复。有些朋友家里估计还有不小心碰坏的、钉子钉烂的这种坑，以及不小心撞坏的墙角。上面这些对我来说其实都是小 case， 不然我也不会这么随意的钻墙。不只是这些，我这里其实有2个新缝的大洞的，我猜你肯定没看出来。今天不只教你搞定这些小坑洞，碗口大的窟窿也教你如何把它修复到看不出来。而且我不光告诉你步骤，我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。桌上的这些东西就是修补材料和工具，它们对应2种方案。一种是量大管饱、比较性价比的石膏和面漆，只要在装修的家里肯定都有这2种东西。一种是网购的补墙膏，补墙膏外观有很多，其实里面都是这种像牙膏一样粘稠的东西。老师傅都管这类不是石膏也不是油漆的粘稠物统称为腻子。说下2种方案的主要区别。石膏的量更大，它分粉刷石膏和嵌缝石膏，这2个都可以选。因为里面有沙子，所以颜色都偏褐色。粉刷石膏颜色会偏淡一些，嵌缝石膏粘度更大，颜色更深，但它干得更快。2种补完都需要再额外刷漆，所以你要有对应的墙漆。补墙膏这类东西干了以后会白一些，基本不用再刷漆，但硬度不如石膏，而且量很少，适合孔坑小面积的使用。选哪个看你现在手里边有什么和修补的面积、深度来决定，也可以组合着来。个人是比较推荐家里都备上石膏的，它很多地方都用得上，而且非常便宜。先说一下修复的步骤，无论哪种坑洞，基本都需要经历清灰、浸润、填充、刮平、晾干、打磨、涂色这几个步骤。我们拿2个深洞用不同的材料同时来修复做例子。第一步，清灰，用吹气球的这个吹筒可以把里面的灰吹出来，没它的话找个吸管吹也可以，注意别迷到眼睛了。再用刷子或旧牙刷进一步刷掉浮尘。除灰的目的是避免抹补墙膏、石膏时它沾上尘土后脱落不贴合。这个就是浸润完我去调整镜头了，它又变干了的效果，还会卷边，没这么粘黏。而且你不清干净，等下浸润时它也容易流脏水。如果孔附近墙皮有翘起，也要一起刮掉。你不把它刮掉，回头刮平时一湿它也会掉和凸起来。如果你的墙面不是白色，家里也没有对应的漆，这个墙皮你可以保留好，拿着它去油漆店找老板给你配，这样色差才最小。用砂纸打磨下边沿，保证周围没有毛边和翘起，把四周打薄后，遮盖痕迹过渡的也会更自然。第2步，浸润，拿湿纸巾、棉柔巾加水等方法给孔洞增加一些湿度。浸润的目的有3个，一是可以进一步去除浮尘，二是拌好的石膏、补墙膏它里面都有水，孔洞太干燥会更多的吸走它们里面的水分，导致你刮平干燥后产生塌陷问题。3是湿度高了，孔洞和石膏、补墙膏的结合也会更好。第3步，填充，深洞建议用我们的好朋友一次性筷子填，比洞口略短一些，把它塞满。这样不仅可以节省补墙膏，木头做填充后再打孔钉子也有非常好的强度和抓钉效果。上期我们也测了，一次性筷子在5毫米的钻孔里可是能承受100公斤拉力的，这个承重一样也非常惊人的让人满意。下一步就是拌石膏或抹补墙膏了。石膏加水调成冰激凌这种粘稠度，稠一些没关系，这样它不容易滴。补墙膏都是成品腻子，直接挤抹就行了。
买补强膏都会送刮刀，没有的话用银行卡、扑克牌也行。第5步就是等晾干了。因为有洞后，你再填补材料，它和墙面的吸水性就有区别，大概率会出现凹陷不平的情况。再重新刷次石膏刮平一下就好。因为下一步是打磨，所以你可以凸起来没关系，只要不凹就行。完全干了之后，就可以进行最后的打磨了。因为这是粗打磨，500目以下的砂纸都可以。砂纸打磨这步很重要，打磨是为了把凸起的区域磨平，磨平后光线照在上面才不会有阴影，才看不出修复痕迹。打磨到摸着没有凹凸纹理，是平滑的就可以了。你看这个就是忘打磨的例子。最后一步就是刷漆了，只要打磨的足够平，刷完漆就看不出来。刚刷完漆可能颜色会有点浅，干了后就会变得更浓一些。如果干了还掩盖不住，那你可以再刷一遍嘛。到这里深孔就修复完毕了，修复前和修复后对比很明显。你会修复深孔，那小坑就更简单了，去掉边沿烂墙皮，除灰，浸润，直接抹石膏补强膏，干了后打磨涂漆就好了。再说下拐角的修复，碰掉的拐角和上面的方法也类似，只不过需要用到羊角器这个东西，它是装修刮腻子时用的。不过现在好多都用羊角条，都不用它刮了。除灰浸润后，抹完石膏补强膏就可以用它拉出直角，也就是羊角。晾干打磨后再刷漆就搞定了。最后是大洞，补大洞就需要用到石膏板和钢锯这种东西了。石膏板找个新小区，问下建筑垃圾点在哪儿，随便捡。实在找不到，也可以试试用泡沫，不过它略软，得找厚一点的。理论上有一定厚度、硬度又好裁切的东西都可以拿来用。先拿纸笔描出洞的大概形状，得到要补的图形，然后双面胶把它贴在石膏板上面裁出形状。没有钢锯，刀子也可以。裁完大概率会大一些，再修一修就好了。放进去后，直接就完成到填充这一步了。这里一定要注意，填充后要比周围的墙面凹一点才行，千万不能凸出来。剩下就是抹石膏补强膏就行了。等干了再打磨下，再刷上漆，就看不到了嘿。我这是通风孔，我之前也修复过石膏板封起来的下水管，当初是从里面往下走了个插座，后来不用了就把它封起来了，也是一样的步骤，封完也是完全看不出痕迹。如果是石膏板洞很大，放的时候担心掉下去的话，也可以在洞后面拧个木条，然后再装石膏就不怕掉了。但要注意，螺丝这里需要提前挖个小坑，不然回头螺丝会凸出来有痕迹。掌握了上面这些，相信你家大坑小坑、大洞小洞都能搞定了，随便打洞钻孔都不怕。搭配之前木头开孔那期里的这个开孔器，吊顶隔断加个灯位走个插座都不在话下了，随便折腾最后都能复原，看不出痕迹。感觉好多人都不太懂电路，那回头我也可以出一期关于插座开关灯的接法的介绍，因为新房电路都是我自己改的，也帮老丈人院子全部翻新成了明线。基本的电路知识和操作还是能讲清楚的，这个看大家评论区的呼声再决定吧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